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讨论过了几种跟 ADHD 共处的方式。那当然，第一点就是考虑要不要吃药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吃药或者是需要吃药。那在不吃药的状况下，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来管理我们 ADHD 的症状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ADHD 可以透过哪些生活上的营养补给品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 ADHD 的症状哦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一样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，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一类的议题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，这样未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。那在很多研究方面呢，我们发现呢，ADHD 的人呢，因为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了，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多巴胺跟正上腺素的不足，所以呢，会导致我们没有动力、注意力缺陷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延长我们的专注力在某一件事情上面。那也会因此而造成我们的冲动，然后比较容易暴怒的一个状态。一些研究报告中发现呢，银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给品。那银杏大家都已经知道，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功能，还有我们的认知功能。所以呢，其实服用银杏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脑部认知功能比较缺乏的部分，然后也比较减少就是遗忘啊、健忘的这个部分。所以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，实验组有服用银杏的 ADHD 的患者，比没有服用的人呢，提升了 35% 的专注力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营养补给品，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第二个 Rosemary， 一般人如果你有闻过它的味道，就是其实还蛮醒脑的，跟薄荷的味道很像。那在研究当中就发现呢，如果我们使用迷迭香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提升我们专注程度的，一般人都会。那尤其是对 ADHD 的人，那在他们研究当中呢，就有指出有使用迷迭香的人呢，因为他们可以比较提升他们的专心的程度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考试啊，或者是表现方面呢，他们的成绩会比没有使用迷迭香的人来得高。那第三个呢，其实是 adrenaline 肾上腺素的补给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刚才就有讲过了，因为其实 ADHD 呢，最主要就是多巴胺还有我们正上腺素的一个不足，比较缺乏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时不时的补充正上腺素的话呢，其实相对于我们的一个注意力缺乏还有过动的症状都会有所改善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些蛮常见，但是可能大家一般比较不太知道，其实对于我们 ADHD 也是会有帮助的一些矿物质还有营养补给品。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某一些矿物质呢，其实对于我们的一般人来说都会很有帮助。那如果你有 ADHD 的话，又更会有加成的一个作用。首先呢，就是 Magnesium， 就是镁。那这里有两种镁，这两种呢，其实是对于我们 ADHD 所产生的，例如说像焦虑啦，或者是比较容易急躁的部分呢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镁这个矿物质呢，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脑部可以踩刹车的一个动作，所以它会让我们可以比较慢下来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冲动啊，然后慌张啊，或者是没办法专心的部分。下一个呢，就是 Omega 3。在研究当中呢，就有发现，如果患有 ADHD 的人呢，持续服用 Omega 3的饱和脂肪酸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冲动、过动，还有注意力，还有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抑制冲动的这个部分，都会有明显的改善哦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 Vitamin D。维他命 D 呢，其实我们在做跟老人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，有适时去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的老人呢，比较能够预防老年失智。就是因为维他命 D 呢，在我们认知功能还有我们智力方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补充维他命 D 的话呢，对于我们的智力的衰退减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所以患有 ADHD 的人也非常建议你能够适时的补充维生素 D。
下一个呢，则是锌。锌呢，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矿物质。那在一些研究当中呢，就会发现，就是 ADHD 的患者呢，如果有服用锌的话，又再配合药物的服用，会对于他们的症状改善增加40%。所以呢，就算你不服用药物，服用锌的部分，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是会非常好的哦。下一个是铁。Iron 铁呢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造血功能的一个部分。那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过了，其实 ADHD 的人就是前额叶这个部分的血流量会相对的比较低，所以呢，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有提升造血，还有包括我们能够适时的运动的话，都会对于我们大脑有帮助。那在研究过程当中呢，就发现如果患有 ADHD 的人呢，去做一个血检，发现铁过低的时候呢，其实适时去服用铁的部分，对于他们的 ADHD 的症状也是会有所改善的。那至于需要服用多少呢？一般来说，在这边的精神科医生呢，就会建议可能先从30到40 mg， 就是毫克开始服用，会比较好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综合维他命。在一些医学研究发现呢，其实服用综合维他命的话呢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在服用综合维他命之后呢，其实对于情绪的规范管理，或者是专注力比较缺陷的这个部分会有所改善。那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的是少一些，但是呢，也发现就是还是多少是会有帮助的。所以如果能够从小就维持一个补充营养补给品的部分，对于小孩子的 ADHD 的症状是会有显著的改善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一样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 ADHD 尤其是 ADD 的人呢，就是多巴胺缺乏的部分。之前的一个影片 Dr. Russell Barkley 他其实就有提到，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如果例如说你的工作是朝9晚5，又或者是你需要长时间读书，那其实他会很建议可以透过一些刺激物来提升我们的注意力。就是因为我们的多巴胺不足，所以我们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ADHD 或者是 ADD 的人呢，很容易会有物质上瘾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刺激物来提升我们的多巴胺。那有一项很简单的方式，如果你家里又有小孩有 ADHD 的话，你可能不会想要他们喝咖啡。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可以适时补充一些刺激，然后让他们大脑可以比较正常的工作呢？其实就是补充一些含糖的部分。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，Dr. Barkley 他有说啊，就是即使要服用这些含糖的饮料，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喝1小口就好，就是只是吸1小口。这些糖分呢，其实就是刺激物，就会提升我们的多巴胺，那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注意力。那如果说是大人的话呢，你如果觉得你可以喝咖啡也可以，就偶尔补充一点，都会对于我们的 ADHD、ADD 的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哦。那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一些，就是生活上可以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些矿物质、维他命的营养补给品的补充。不知道你自己觉得如何呢？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知道更多一些相关的资讯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，还有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哦。我们下次见啦。